我出差回来，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个貌美的小保姆。找到丈夫一问，才知道是婆婆送来的，说是她家一远房亲戚的女儿。我对老公说，她看着才20岁左右，正是该读书的年纪，我们还是给她一笔钱，让她回去吧。老公却说，来都来了，还是留下吧。我无意中却看见老公对柳依依那疯狂迷恋的目光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醒醒啊，依依，你怎么睡在这里呀？女孩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只是发出一声梦一般的呢喃。老公唇角勾起一抹笑，蹲下身子，对她继续轻唤道：“依依。”他的声音是那般的温柔，让我不免有些诧异。结婚后，他还从没用这样的语调唤过我呢。女孩一睁开眼睛，就对我老公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：“弘毅哥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炖了雪梨银耳羹，现在就给你端过来吧。”正值深秋季节，但家里已经开了空调，所以很暖和。女孩似乎丝毫没感觉到冷，也没察觉。眼前的一抹春色，让我老公目光一怔：“依依，你还是先整理一下吧。”女孩红着脸，娇羞地看着我老公。我站在没有开灯的2楼，目睹着这一切，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自己要同意将她留在家里了。这个柳依依说是老公的表妹，其实和老公一丝血缘关系也没有，是婆婆农村二舅的表姨母的女儿，因为没考上大学，就想来城里打工，托婆婆的二舅来问问，可以帮忙找个工作吗？我和老公的公司自然不会录用只有高中学历的她，可婆婆却已经夸下海口，定会安排一个工作给她。没想到婆婆最后竟然让她来我们家当小保姆，并且趁我出差时，人就已经被婆婆送到我们家中了。等我回来后，看到这个叫柳依依的小姑娘那一副怯生生的模样，着实也觉得挺可怜的。好心对她说，如果你想复读，我可以资助你。谁料小姑娘听了一个劲的摇头，说她不想继续读书了，她想留在城里赚钱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也只好表示尊重她的个人意愿。心想她也20岁了，已经成年了，应该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她想要的好像是我的老公。弘毅哥，柳依依站在原地，娇羞地喊着我老公的名字。下一秒，我老公的黑色大衣披在了她的身上。依依，我不饿，你快去睡吧。说着，他转身上了2楼。我连忙轻手轻脚地躺回到床上，假装睡着了。眼前出现的却是柳依依刚刚的画面。她虽然才20岁，但身材让我一个女人看了都脸红心跳。老公能抵抗住她的这一次诱惑，那以后呢？明天不管婆婆知道后会怎么想，我都必须要想个办法，把她赶出我家。门被推开，老公进来，以为我睡着了，立马放轻了动作。我想问他刚才的事，可想到现在已经快凌晨3点了，他明天一早还要上班，我只好暂时隐忍下来。可我自己却一晚上不曾睡着。第2天一早，我看着镜子里自己2个大大的黑眼圈，像熊猫一样。婉婉姐，早餐想吃点什么？柳依依在门口轻声问我。平时我都会说一声随便，可今天我却对她说，让我想想。然后仔细打量起她来，只见她把长大的小脸画了精致的妆容，可因为用的裸色口红，而看着清丽却不过分艳丽。就是那种女人一看就知道她化了妆，而直男看了还以为她是素颜呢。而她身上的这件白衬衣，材质虽然只是普通的纯棉，
但是改动过腰线的，让她穿起来更加贴身。我笑着对她说道：“今天早上熬点皮蛋瘦肉粥吧。”好，说完，她转身下楼。洗漱完，我来到餐厅，自然地坐到了老公的身边。见他正喝着雪梨银耳羹，我也想喝。依依，给我盛一碗吧。柳依依明显一愣，半天没有给我端来。我猜这可是她昨晚特意给林弘毅单独熬的，没准备2个人的分量。这时，老公却替她解围道：“老婆，你吃我的吧，太甜了，我不喜欢。”说着，他把刚喝了一口的雪梨银耳羹推到我的面前。“老公，哪里甜了吗？你想和我吃同一碗就直说。”依依听了还以为你嫌弃她的手艺呢。我故意笑得一脸甜蜜地看着老公，然后拿起勺子尝了一口。正好啊，不是很甜。老公，你再尝尝。我边说边喂了一勺到他嘴边。老公红着脸，一口喝下，还差点被呛到了。弘毅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侧身挡住柳依依想触碰我老公的手，自己抚上老公的背，轻拍起来。老公，你别喝得那么急呀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眼神充满了狐疑。可能是觉得我今天有些奇怪吧，毕竟平日里我很少会这么矫揉造作，不对，是这么温柔体贴。我和老公都是忙于自己事业型的人，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赚钱上。他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后来他爸跟着亲戚办厂，才赚到了第1桶金。而我自己是个小镇做题家，从小城市一路考学上来，才走到了帝都。所以当家里人疯狂催婚时，我选择了最快最直接的方式——相亲。我和老公属于闪婚，第1次见面是相亲，第2次见面是订婚，第3次见面就是在民政局扯证了。可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老公了，就容不得别人染指。看着一旁的柳依依脸色灰白，我就想笑。她有这个精力来勾林弘毅，不如出去找个班上，说不定还能拼个好前程。哎，亏我之前被他的外表给骗了，还觉得他很单纯，真是瞎了眼。现在看他，真是哪都透着一股子绿茶味。我得赶紧找个什么借口把他辞退了，免得他继续在我眼前碍眼。吃过早餐后，我和老公各自开车去上班了。我是学服装设计的，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就和同学梁婷一起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。这天，我们正商量着举办一个冬季新品发布会，正亲自挑选模特呢，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。婉婉啊，最近天气干燥，妈特意买了一些川贝，你这个周末回来，我给你做川贝雪梨汤。好啊，谢谢妈，妈对我最好了。周末我一定和弘毅回去。又和婆婆寒暄了几句，我才回去继续工作，可右眼皮却开始跳个不停。我心下顿时觉得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转眼就到了周末，我如约和老公一起回了林家。公婆见到我们，满脸都是笑容，毕竟老公是他们的独子，自然很是看重。当初结婚时，很不舍得他搬出去单过，明里暗里的表达希望我们小夫妻能和他们住在一起。毕竟林家住的大别墅，完全不愁我们2人没地方住。但是老公坚定地拒绝了，在市中心买了一套顶层复式作为我们的住处，这点让我心里很感激。和公婆住，难免有些不便，这样免去了很多麻烦。晚饭过后，公公和老公进书房谈工作，我和婆婆在花园中闲话家常。婉婉，你和弘毅还不打算要孩子吗？妈，我和弘毅才27岁，还不急。我微笑着回应婆婆。
婆婆的笑容顿时僵住，劝我道：“你每次都说不急，可女人27岁已经不算年轻了，你别拖到最后，想生都生不了。张氏集团的夫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拼工作，不肯生孩子，等到40几岁了，想生又生不出了。虽说他们夫妻现在领养了一个儿子，但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她老公和外面女人生的。所以啊，婉婉，你可不要步她后尘啊。”我点点头，安抚婆婆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妈。不过生孩子也讲究缘分，有时候心理压力太大，反而怀不上。”婆婆听我这么说，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对了，依依那丫头在你那还好吧？婆婆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道：“听你二舅说，她人特别勤快单纯，就是学习不太好。哎，我想干脆现在就和婆婆说一声，好把柳依依给扫地出门。依依呀，她确实是很勤快，厨艺也很好，只是她还年轻，一直做保姆恐怕会耽误了她，不如还是另外给她找个工作吧。”怎么？你这是对她不满意？婆婆瞬间变了脸。她要是走了，你能照顾好我儿子吗？你说说，你们结婚后，你在家做过几顿饭，把我儿子都饿瘦了，我这个当妈的看着都心疼。我相信婆婆真是关心她儿子的身体，可她却没想过安排一个青春貌美的小姑娘去照顾新婚夫妻是不妥的。或许她明知不妥，却不在乎。毕竟婆婆自己知道公公家外有家后，也从没有说过什么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当着她的林太太。他们富太太圈里，这样的事早就是见怪不怪了。我出嫁前，连我亲妈都对我说过，男人呐，就像风筝，要时紧时松，抓得太紧反而容易失去。哎，他们上一辈的女人们真是都很会自我洗脑。可我不行，脏了的男人就谁爱要谁要。要是被我发现老公和柳依依真背着我有什么猫腻，我肯定会让他们都吃不完，兜着走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回想着婆婆今天和我说的话，感觉怎么这么凑巧。我刚准备把柳依依赶走，婆婆就说她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话里话外都是说她单纯善良，可以很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活。难道是柳依依在背后做了什么？当晚我们刚回到家，柳依依就笑盈盈地迎了上来。她自然地帮老公脱下大衣挂好，又蹲下身去给老公换鞋。我在一边自己换好鞋后，快步回房了。之前怎么从来没注意她的这些行为，是这么的膈应人呢？虽说她选择先去帮老公脱外套、换拖鞋并没错，但是刚刚她帮老公脱大衣时，看老公的眼神明显太过炽热，不像是看表哥，更不像是雇主的，那是一种看心爱之人的热切眼神。想来她是真的很喜欢我老公。那老公呢？他知道柳依依对他的那些心思吗？我正想得出神，没注意老公已经走了进来。婉婉，今天妈和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我看你回来的路上，情绪一直不太对。我一愣，从没发现老公如此注意我的情绪变化，心里升起一丝暖意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年纪都不小了，该考虑要个孩子了。我如实告诉他，观察着他听后会有什么反应。他只是认真问我，那你怎么想呢？我还不想生，我自己的公司刚刚步入正轨，正是忙碌的时候，我想过段时间再考虑生孩子的问题。我把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了他，希望他能理解支持我。他听后神色如常地说道：“就听你的。”我其实也没想这么快就要孩子，我先去洗澡了。不可否认，老公在涉及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上，一般都会询问
我的意见，尊重我的想法，这点一直让我很满意。洗完澡，他刚躺在床上，我便开口说道：“老公，我觉得依依年纪轻轻，不能一直待在咱们家当保姆啊，我们还是给她找个工作吧，别耽误了她的前途。”老公十分认同地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不过她只有高中学历，早在帝都给她找个工作，真的是不太容易。不过我会留意的。”我见老公没有继续留她在家的意思，心里顿时安心了不少。那倒也是，我们以后多帮她留意一下吧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在网上帮秦楚留意着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。可一周过去了，仍是一无所获。周末的晚上，我被噩梦惊醒，刚想扑进老公怀里寻求安慰，却发现老公不在床上。我爬起来去房间内的浴室看了一眼，他也不在，心中顿时升起一个可怕的想法：难道他在柳依依那？抵不住心中的疑问，我光着脚往2楼尽头的保姆房走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里面传来柳依依的声音。我瞬间感觉全身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。柳依依这是和谁在房间里厮混呢？忍着点，老公的声音这时传入我的耳中。我气得全身发抖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伸手附上了门把手，猛地开门走了进去。婉婉姐。眼前的2个人惊讶地看着我，而我却差点瘫在地。此刻，他们2人皆是衣着整齐，老公的睡衣扣子，甚至连最上面的那一颗都扣得好好的。我目光扫过柳依依的床，发现床单铺得平平整整，被子叠得好似方块。可刚刚房间里传来的那些声音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么晚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强装镇定地问他。他淡定说道：“我胃疼，下楼找点药，碰到依依在楼下煮面，就一起吃了点。刚刚上楼的时候，他一不小心崴到了脚，我正帮他擦药酒呢。”我一看，沙发上确实放着一瓶活络油，而活络油那股味道也正弥漫在整个房间里，看来他们没有撒谎。我懒得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出了柳依依的房间。老公见我误会了，立刻也跟了上来。老婆，我不想搭理他，回房闷头就睡。他从背后抱着我，轻声哄道：“老婆，对不起吗？我知道让你误会，是我不对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”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想理会他。老婆，别不理我吗？他试图拉下我的被子，和我面对面交流，我却紧紧拽住被子，不让他得逞。心想，就算这次是我误会他了，但是3更半夜，他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真的就合适吗？此时，老公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：“你差不多得了，别没完没了行吗？你分明就是不信任我。”我一听，猛地掀开被子，对他大声说道：“没完！我告诉你，明天一早你就让他走，不然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。”他一愣，仿佛没想到我会如此激动，一脸错愕地看着我。片刻后，他又换上一副笑脸，凑过来讨好般对我道：“老婆，你知书达理，秀外慧中。柳依依只是个农村来的小丫头，你和她生什么气呀？如果我们赶走她，你让我妈的面子往里搁呀？”我不吃她给我戴高帽的这一套，平静却坚定地对她说道：“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反正她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。明天如果你不让她不离开的话，那我就自己走。”他见我态度如此强硬，只好妥协了，搂着我，柔声说着：“好好好，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来想办法解决。”第2天，我和老公刚在餐桌前坐下，
就听厨房里就响起了东西碎裂的声音，还有柳依依的尖叫声。老公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着急忙慌地去查看情况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哪里受伤吧？柳依依眼圈泛红，怯怯地说道：我不小心把婉婉姐的杯子摔了，捡起来的时候手也弄伤了。说完，她还哭哭啼啼把割破的手指递给我老公看。我看着她对我老公这么亲昵的举动，微微蹙眉。婉婉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我赔你一个吧。我双手环抱，冷眼看着她，勾唇笑道：好啊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赔吧。这杯子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给我的，折合人民币2000块多钱，就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吧。或许他没想过我真的会让他赔，瞬间面露难色，看着我老公。他这是装柔弱小白花，装到我的面前来了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婉婉姐，一个杯子而已，怎么可能这么贵？柳依依满脸都是不可置信，说道：这玻璃杯哪里可能值2000多块呀？地摊上5块钱一个。婉婉姐，你这是吓唬我呢吧？我拿出手机，把朋友购买的发票亮了出来。柳依依见状，立刻转头看向我老公，炫而欲泣道：弘毅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老婆，算了吧，她一个刚从农村来的小姑娘，能有几个钱啊？我转钱给你，你再去买个一模一样的吧。柳依依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对着我老公双目含泪地开口道：谢谢你，弘毅哥。我的心有一阵酸楚，应该和我站在一边的老公，现在却在我的面前拼命维护着另一个女人。林弘毅，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怜香惜玉啊？他听出我语气里充满了讽刺，立马不悦道：对你来说几千块钱根本不算什么，可对依依来说可是天大的事，你又何必为难她呢？再说，依依也算我的表妹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一家人？那既然是一家人，我们让她做保姆的工作，岂不更是罪该万死？按理说，她来我们家做客，我们应该好吃好喝招待你这位表妹才对，又怎么能让她干活呢？婉婉，你总是这样伶牙俐齿，我说不过你，我现在就带依依走，你满意了吗？柳依依一听要让她走，吓得瑟瑟发抖，躲在厨房的一角也不敢说话了。而我勾唇一笑，道：满意。依，收拾东西，我给你安排别的工作。老公对她很仗义说道。柳依依或许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可是已至此，她只能乖乖收拾包袱和林弘毅走人了。她被我赶走后，婆婆果然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，说我没有容人之量，说到最后又是对我不肯现在就生孩子的埋怨。要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，当初还不如让我儿子娶个像依依一样的农村姑娘呢，起码别人愿意为我林家开枝散叶。婆婆说完，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而我心下一怔，觉得婆婆把依依送来的目的果然不简单。看样子，有些事我不得不未雨绸缪了。几个月后，当我以为柳依依的事已经过去时，老公却在一天晚上支支吾吾地对我说道：老婆，对不起。他话一出口，我的眼皮就狂跳不止，心想他接下来的话该不会是和柳依依有关吧？我有次应酬时喝醉了，一不小心和依依，现在她怀孕4个月了，刚去检查了，她怀的是个男孩，等她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会给她一笔钱，让她离开，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。我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他们不但背着我勾搭到了一起，竟然连孩子都有了。老婆，我发誓，我和他就只有那一次，你相信我，那次
我真的是喝醉了。林弘毅，你太让我恶心了。说完，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。他也没有阻拦我，只是红着眼说等我冷静下来再找我谈。3天后，我主动去了林弘毅的公司找他。见到我，他喜出望外，以为我是想通了。而我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，把离婚协议书直接递了过去。我们离婚吧。他顿时发狂，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撕碎了。不可能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你离婚的。你就当是去找了个人替你生孩子不行吗？只要你肯接受这个孩子，我们俩还是和过去一样，好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从你背叛我们婚姻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。签了这个离婚协议，我们一别两宽吧。现在住的一套房子归我，虽然当时是我们一起出资购买的，可毕竟你是过错方，希望你别和我争。家里还有3600万存款，我们5-5分。至于各自的公司股份，我想了想，还是算了，分割起来太过麻烦。还有我们婚内买的基金。他打断我，激动地吼道：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不可能和你离婚的。我把手机连接了他办公桌上的计算机，开始播放着他和柳依依在车上的视频。他一脸震惊，气得全身颤抖，对我大吼道：你竟然在我车上按了记录仪！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相信过我？或是听见里面的动静太大，外面有人冲了进来？柳依依，我没想到她怎么会出现在这，难道只是凑巧吗？婉婉姐，求求你不要和弘毅哥哥离婚好吗？我知道他还是很爱你的。呜，说着，他竟在我脚边跪了下来。我见她穿着质地考究的孕妇裙，肚子微微显怀，脸上的皮肤柔亮有光泽，身材更丰腴不少，全然没有了半分女人的青涩模样，反倒像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贵妇。而她身前挂着的工作牌，出卖了她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总裁助理。看来她不当保姆以后，林弘毅就将她放在了自己的公司里养着。我哼了一声，站起身就想离开这里，免得又给了柳依依继续演出苦情戏的机会。可她见我想走，直接一把抱住了我的小腿，滴泪横流地对我哭着说：对不起了，婉婉姐，可我是真心爱着弘毅哥哥的，我心甘情愿为他生下这个孩子，以后也可以将孩子给你来抚养。林伯母说你一心忙于事业，不愿意生孩子，那我来替你生。我不是来拆散你们这个家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呀。我看着自己面前哭得可怜兮兮的柳依依，仿佛她才是受害者。这时，林弘毅走了过来，满眼心疼地想把她扶起来，可她却怎么都不肯，一直念叨着：婉婉姐，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林弘毅转而期待地看向我，这男人脑子没病吧？他难道以为我会因为他的小三给我跪下，然后再哭喊几句，我就会心软妥协吗？他要跪就继续跪吧。我直接坐了下来，打算等他自己跪累了再站起来。林弘毅皱着眉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铁石心肠的大恶人。我的肚子好疼啊，弘毅哥，肚子好疼。果然，柳依依不会让场子冷下来的，她的后续表演很快又开始了。依依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说着，林弘毅将跪在地上哀嚎不止的柳依依打横抱起，匆匆赶去了医院。柳依依窝在他的怀里，给了我一个胜利者般的微笑，仿佛在对我说：看吧，我现在才是他心里最重要的女人。而我只是漠然地看着他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这样的垃圾，我早已经对他没有半分留恋了。
只有他柳依依才会把他当个宝一样捧着。经过这次柳依依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，林弘毅也看清了我是不可能接受他有私生子的，所以没过几天，我就收到了他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。从民政局办完离婚手续出来，我吐出一口浊气，笑着和林弘毅说再见，而他面露不舍，故作深情地对我说道：“婉婉，对不起，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是朋友。”我假装没有听见，直接开车离去。1个月后，我在公司收到了林弘毅和柳依依的结婚请帖。梁婷在我身边，看着我打开了他们的喜帖，直言他们一对渣男贱女，到底还有没有廉耻心啊？竟然还敢寄请帖给你！哼，等他们婚礼那天，我去替你手撕了他们。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我肯定是要去的，我还准备了一份大礼要送给他们呢。他们婚礼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提前了1小时到达他们举办婚礼的5星级酒店，为他们准备新婚礼物。当我坐在台下，看着身穿帅气黑色西装的林弘毅时，不由得勾起了一抹微笑，心想不知道他等下看到我送的大礼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此刻，台上的林弘毅眼睛盯着他身旁柳依依高高隆起的肚子，对所有宾客说道：“今天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喜讯，我林弘毅很快就要有儿子了。”柳依依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在台上扬起下巴看着我，仿佛他是打赢了胜仗的将军。瞧瞧他这嘴脸，我真嫌恶心。心想等会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了。林弘毅的发言还没有说完，身后的大荧幕上突然开始播起一段视频。宾客们定睛一看，竟是今天的新娘柳依依和一个男人的视频。只见那视频中的柳依依双颊绯红，阿伟，小心我们的宝宝啊！那个男人却看着她的肚子说道：“你说肚子里的孩子，万一是那姓林的种呢？这孩子真的是你的？”林弘毅回头正好看见视频里的这一幕，当场脸色变得铁青。柳依依则神色慌张地想去关闭投影，却被林弘毅一巴掌扇倒在了地上。“你这个臭婢子，竟敢给我戴绿帽子！”柳依依急忙哭求：“弘毅哥，不是的。”他或许还想狡辩，但是证据就在面前，他无从抵赖，只好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道歉起来：“弘毅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”林弘毅紧握着拳头，咬着牙问说：“孩子到底是谁的？”柳依依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当然是你的呀，是你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走上台去，对林弘毅说道：“我早就找私家侦探去调查过了，这个柳依依还在村子里的时候就不老实，同时勾搭了好几个男人，现在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。”说完便不再看林弘毅的反应，优雅地转身离开了他们已经乱成一团的婚礼现场。只是我人还没走进电梯，就听见林弘毅母亲的尖叫声：“啊，血！”我回头一看，柳依依已瘫倒在地，她身下的地毯上晕开了一片刺目的鲜红。而台上所有的林家人，没有一个人送她去医院，都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，直到酒店工作人员过去扶走了她。想来柳依依流了那么多血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恐怕已是凶多吉少。当晚，他们这场婚礼的全过程在网上广泛流传开来，一时之间，林家众人颜面扫地。我想他母亲此刻应该也很后悔，把柳依依这种祸害塞到了自己儿子的身边。只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。转眼，距离他们那场轰动一时的婚礼已经过去1个月了。在这期间，我陆续从曾经和他共同的朋友们口中
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消息。他们告诉我，自从那场婚礼后，林弘毅就变得浑浑噩噩，公司也很少管，导致生意失败，赔了个底朝天。现在和父母一起住，每天除了酗酒什么也不干。他爸见他变成废人一个，更是转头培养起自己在外的私生子来，对他几乎不闻不问。而他妈妈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，头发全都白了。至于柳依依，那天参加了他们婚礼的老乡们，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宣传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，所以他现在也不敢回老家了，就只能留在城里，继续做一些勾搭人的事。听说他不小心惹到了个泼辣的原配，被人家一路追着泼粪水，还把他被泼得满身尿的视频放到了网上。他又再次在网络上火了一把。我听后告诉朋友们，以后关于他们的事都不用再告诉我了。我和他们之间的仇，早在他们婚礼那天，我就亲自为自己报了。所以对于过去，我已全然放下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说完这番话的第2天，我竟再次见到林弘毅。那天我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到凌晨，正要回家的时候，就在公司门口看见了不修边幅、胡子拉碴的他。我也不知道他在这等了我多久，反正看上去他是满脸的疲惫。我径直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却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颤声对我说道：“婉婉，我好想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？你知道的，从始至终，我爱的人只有你呀。”我甩开了他的手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爱我，也只是你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他见我如此决绝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我看着他那盈满泪水的眼睛，对他认真地说道：“这位林先生，我希望以后你别来打扰我了，我们是不可能重新开始的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就见他流下2行清泪。我不想再与他纠缠，快步离开了。可刚准备走进电梯时，我竟然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柳依依。她左侧脸上全是斑痕，看着瘆人的很。她也看见了我，四目相对时，她恶狠狠地说道：“陆婉婉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说着，她就向我扑了过来。我被他疯狂地举动吓得连连后退，想往公司里面跑去。可他3两步就追了上来，从后面用胳膊勒住了我的脖子。“啊，你疯了吗？快点放开我！”“我是疯了，要不是你害我，我可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你这个臭女人，我和你拼了！救命啊！”我放声呼救，希望有人能听到。“柳依依，你快点放开婉婉！”林弘毅的声音由远及近。柳依依扫了他一眼，勾唇说道：“还真巧啊，弘毅哥也在这呀。”“哼，还婉婉，你们都离婚了，还叫得这么亲切呀，真是让人肉麻。”“够了！”柳依依，林弘毅看他油盐不进，直接走过来，一把推开了他。他踉跄后退了几步，跌坐在了地上。林弘毅冷着脸，仿佛看着一堆狗屎一样，嫌恶地看着柳依依，大声说道：“滚！”柳依依啊的大叫一声，坐在地上疯狂拔自己的头发。我吓了一跳，小声对林弘毅说道：“别再激他了，我们快走吧。”林弘毅点点头，这才准备和我一起进入电梯。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，柳依依忽然冲了进来。在我们都没反应过来时，她从包里掏出一把刀，直直刺进了林弘毅的心脏。我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全身颤抖着，险些要站不稳了。举起手来，下一秒，保安带着警官一拥而上，将已经处于半癫狂状态的柳依依和倒在血泊里的林弘毅都带走了。我被一个年轻的女警扶着走出了电梯。
缓过神后，才发现贴身的衣服都已经被冷汗浸湿，正粘在身上，很是难受。我被带去了警局问话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了警官们。在这期间，那位女警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一脸遗憾地告诉我，林弘毅没有抢救过来，已经宣告死亡了。那一刻，我和他曾经相处时的种种画面，犹如电影般在我眼前浮现，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等走出警局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1个月后，我把曾经和他一起住过的那套是心中的复式公寓卖了，拿着钱重新在郊区购买了一套小别墅，还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。别墅前后都有空地，他们正好可以种菜养花。父母虽然希望我能再婚，但这次他们不再盲目催我，最多在吃饭的时候婉转地说，如果遇到合适的人，可以试着相处看看。我告诉他们，婚姻不是只靠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事，还是得看缘分。越是急于求成，越是容易适得其反，不如顺其自然。再说，现在这样的日子，我很满意。一个女人的价值，不是非要通过婚姻来展现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